大家一定会被地理学家咖啡馆的外貌所吸引。这里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，都是游客必泡的咖啡馆之一哦。走，我们去看看有什么好吃的。今天的晚餐就在这里解决啦！地理学家咖啡馆，听到名字就很想来了。再看桌上满满的美食，我已经想流口水了。你看 ，the bread pizza，the Nyonya chicken pizza，straight of Malacca，nasi lemak，有asam masak，tom yum coconut soup，geographer punch，geographer momo tea。Geographer Delight， 3我们开动啦！我们先吃披萨 ，Nyonya Satay Chicken， 我们先开动啦！你看那 cheese， 哇哦！它这边的披萨呢是属于薄皮肉，非常脆的。我们每次去吃披萨的时候都是肉丝啊、荤食肉，素食的朋友都会看到。想流口水，对不对？来到这里就不用担心啦，因为 Great Pizza 是素食的，这家餐馆呢是适合素食和荤食的朋友，所以素食的朋友呢来到这里不怕没有东西吃啦。你看，它的皮是非常薄，然后又很脆的。现在我们到 Straight of Malacca， 它是南洋风味的小吃，它就有很多摆设。有我们的豆啊，这些，这个是重点。哇，我们沾它的酱料，好脆哦！而且，它的酱料呢是他们自己制作的，老板非常注重健康，他们的酱料都是自己制作，然后没有放味精啊，也没有放色素。再到nasi lemak。你看饭跟我们平时吃的饭是不一样，它是 brown rice 的，好特别哦！你看里面有放薏米的小小粒，不知道你们看到吗？啊，我第一次吃到哎！哇，现在到asam laksa， 非常道地的一个美食，你看也是满满的。馅料完全没有吝啬，我们放橘子，你看这阿萨拉沙跟我们平时吃的是不是很不一样？它是糙米米粉，哇，老板好用心哦，把我们马来西亚最道地的美食用另外一个方式去呈现给我们。我试试看它的味道，好好吃哦，很浓郁耶，它的酱汁。现在到这个。哇，看起来就很开胃，而且很大的哇，很多虾，哇，还有这边有虾，有刀包，我们吃看它的虾，很弹牙哎，可以看它的冬阴soup。现在来一碗白饭再适合不过了，这个冬阴soup很适合下饭。现在到这个。我期待很久的 Geographer momo tea， 哇，整个就很 fresh 的感觉。你们知道为什么叫 Geographer momo tea 吗？相信大家有看过《夏日么么茶》电影对吧？这里就是《夏日么么茶》取景之一啦。哇，你再想象一下哦，那电影情节瞬间涌上心头。然后你想象那个电影情节，再看那个人来人往的路上，配上一杯。就整个很有感觉，很有情调。那你们知不知道为什么这家店叫地理学家咖啡馆吗？因为老板呢很喜欢去环游世界，他会把他收集到
摆放在这里给我们欣赏。然后这里也是市中心，老板希望把我们世界各地的人聚集在这里，好用心哦。在敦城真路路上，有着一整排19世纪海峡华人的老屋子，现在已经变成了巴巴娘惹古迹博物馆。这里见证了巴巴娘惹在本土约400多年历史的宝库，也收藏了很多历史古董，是来马六甲鱼玩必到的景点之一哦。这里呢也有自助游览手册，让你在这间博物馆里走透透。走吧。什么是巴巴和娘惹呢？其实巴巴娘惹可谓是15至19世纪中最特殊的族群。从郑和下西洋开始，大量华人到达南洋并定居。华人男人娶了当地马来女人，生了混血儿，男的叫巴巴，女的叫娘惹。会客厅是用来接待尊贵的客人，而家族的男性也在此洽谈生意。这间会客室是侨生华人家庭的传统摆设，其中物品必须平衡、有组织，而家具也必须以2的倍数购置。暗室是年轻娘惹在无人陪伴下仅能到达房子的最前端，门屏保护了珍贵的娘惹不被街上的行人看见。如果女士们想要看看门屏外发生的事情，就必须透过门屏上的尖缝窥视。这间房子的另一个特色是镀金的楼梯，在建造屋内梯子时，并没有使用钉子，这是因为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，唯一使用钉子的时候，就是钉上棺木的时候。楼梯上是按八仙的图案，按八仙是指八仙所使用的8种器物。这楼梯展示了19世纪的保安特质，梯上的折叠式木板可以与梯口的小门合叠上锁，除了可以防止盗贼潜入楼上起居室，也可以阻止小孩在半夜时分下楼玩耍，甚至不让丈夫夜归。新人房，土生华人的婚礼一般进行12天。当中包括举行喜宴仪式，新人房的布置被视为是其中一种仪式。在婚礼进行前，需由家中年老妇人指导布置。村桌仪式是新郎、新娘第一次以夫妻的关系一起用餐。仪式进行时，两人会一起玩游戏。在桌子底下，新郎如果能够把脚放在新娘的腿上，那他将是一家之主。然而，新娘如果能够把她腿放在新郎的腿上，那她将主理家事。对于生热与葬礼的陈设也特别的讲究，在喜庆的生热宴上都会采用红色布置，主人家会发红包、吃长寿面和糖水汤圆。这里
里就是天井，以前这些老房子呢，他们都很长，可是旁边两侧都没有窗户，所以他们呢就靠这个天井来采光或者是通风。这里就是曾家拜祭祖先的地方。祠堂目前1年只进行7次的祭拜。虽然呢，有些家庭成员已经是变成了基督教徒，但是他们还是很尊重祖先留下来的习俗，也很珍惜一家人在一起团聚的时光哦。这里就为大家展示了土生华人要结婚前的仪式，就是梳头仪式。梳头仪式就是代表由少年步向成人的其中一种仪式哦。我们继续往下走。这个就是 top 班长，top 班长呢就是长桌子的意思。以前主人家呢拥有8个孩子，所以需要到那么长的桌子才能够装得下。根据资料显示，以前在这个房子里呢，晚餐都要7点准时开始用餐。老一辈的人呢，他们都习惯用手抓饭，而年轻一辈的人呢，他们可能受到了西式文化的影响，而开始用餐具。哦，原来这些蓝白瓷器是用来拜祭祖先、葬礼和丧礼的。这里就是厨房，以前这里呢有2个主厨，一个主厨就是负责在外面采购食材，另外一个呢就是负责剁碎料啊、清洗鱼鳞之类的，而女主人呢就会在这里监督整个烹饪的过程。所以说，俗话说得好，要管住男人的心，就必须要管住男人的嘴，所以厨房真的是女人发挥的好地方。这个就是制作不动麻样的器材哎，原来以前制作冰淇淋的机器是长这样的，还要转动，至少半个小时才可以开始。这个是以前的冰箱哦，可以放到冰的吗？不会融吗？这个应该是他们以前的炕斗吧？哦，这个就是捣碎钵。根据资料显示，一个娴熟的娘惹必须知道如何正确的捣碎布拉酱，而有经验的家婆呢，将会从捣碎的声音节奏中看出那个娘惹适不适合嫁给自己的儿子。哇，就是说你一边捣碎，未来的家婆就在上面听，好大考验哦。马六甲的爸爸和娘惹博物馆是被公认为世界文化遗产之一。现有的博物馆于1861年时与曾家所拥有，并由3间排屋组成。曾家4代都居住在这里，直到1985年3月才把它改为如今的博物馆。
参观完了博物馆，就会来到贩卖区 The Baba Story。那 The Baba Story 有卖什么呢？有 Original 桂布兰达、马六甲土产多多，还有黄礼品。你看，哇，很多马六甲特产，不错不错。不错不错，参观完了博物馆，我可以假shopping一下。这里也是有卖一些手信啊，你看，爸爸娘惹的玩偶。美食包围的一天，看看我桌上的美食，还没有吃都已经闻到它的香味了。有海鲜粥、田鸡粥、双黄粥、贵妃包片粥、虾、螃蟹、烧鱼、铁板烧凤鱼、干煎烧凤鱼、手动臭豆、手动羊角豆。还有烧烤拼盘，我们太惨了。我们先来吃他们的特色粥，你看，花粥，哇，满满的海鲜有没有？哇，有虾，有手冻，我们吃一点。那个海鲜把那个粥弄得非常的清甜，而且那粥虽然是粒粒分明，可是它是非常绵密的。平时吃太多煎炸的啊、烧烤啊、山珍海味，偶尔吃一下热腾腾的粥、清淡的粥、暖胃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哦。而且只要想到粥，都觉得只是单单粥，对不对？这里有很多种类，你看有这个、有这个、有这个、有这个。我今天只是选了4样，其实呢，这里还有很多不同的选择，你自己来看就对了。现在到虾。这个虾，那个 cheese 的味道很香，来吃。它的 cheese 味很重，然后它的虾也很弹牙。下一道烧鱼啦，它的辣椒很香。你们知道为什么它叫粥之家吗？其实，在之前他们只是单单卖粥，不过他们想掺更多的元素，所以就有了烧烤啊、海鲜，想让你们知道有家的感觉哦。来到这个铁板烧凤鱼，它的鱼很新鲜，很像刚刚捞上来一样。来到手动臭豆。我第一次吃到手动加臭豆，就有不同的层次感，又有臭豆的香，又有手动的香。下一道烧烤拼盘，这里烧烤有很多选择，你想到什么就有什么。有 broccoli 也可以做成烧烤哎，还有，耶，这个是海鲜豆腐吗？很好吃哎。你看这个，你看这个鹌鹑蛋也可以做成烧烤。老板娘说呢，这里是属于夜生活，越夜越多顾客，所以来到马六甲还在烦恼宵夜找不到东西吃嘛，来这里就对了。这里开到半夜2点，而且还有
多种选择，应有尽有。这里呢非常大，还有3间店连在一起哦，所以游客们不要害羞，来就对了，一定有位置的。红砖砌成的教堂，温润的红色和对街的马六甲红屋相映。虽然教堂的外墙是鲜艳的红色，但是一进去却还是会感觉到庄严的气氛。马六甲基督教堂原名马六甲荷兰归正教会，是古老的教堂建筑。它建于1753年，有着荷兰式的建筑风格，是当年荷兰人为了纪念殖民马六甲100年而兴建的。马六甲基督教堂位于马六甲的红屋广场，一进到马六甲就可以看到马六甲教堂非常多，但是这个教堂的地理位置绝佳，再加上外墙颜色亮眼，所以当之无愧成为了马六甲地标之一，也是旅行者必来的拍照地方。教堂内的手工制作靠背长椅，距今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，隐隐透出浓厚的古典人文气息。除此之外，教堂内天花板横梁是以树干建成。其他有历史感的，还有教堂内的黄铜圣经架，写有荷兰文碑铭的地板和瓷砖拼成的最后的晚餐图画。在这里，甚至可以找到亚美尼亚人的经文。历史故事丰富了这段旅程，跟随着 Malaysia Go 的脚步，玩转马六甲。